早上好，五角大佬。昨天的国防预算法案，最后军费是满打满算近9000亿，多亏了高效慷慨的军工企业，一架4代机居然才9700万。但研发了10年的下一代战机又暂停了，我看你们全得挨骂，因为隔壁东大的6代机已经试飞3次了。部署红海的航母打击群发生激烈战斗，一架超级大黄蜂被击落，居然是自家巡洋舰干的好事儿。与此同时，国防部的文官老爷们还在用百度搜索中国军事情报，而在华盛顿呢。好吧，华盛顿还是那个华盛顿，我是你们的铁哥们星辰，和我一起走进美利坚的宏图霸业吧。2024年12月，就在某东方大国南北同飞66机以及恭祝四川老表喜提最值巨舰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也是捷报频传呐。先是部署在红海与胡塞皇城 PK 的帝国海军不慎痛击队友，斩获了丰富的实战经验。紧接着，即将退位的西宗拜登又签署了史上最特殊的2025国防授权法案。为啥特殊呢？因为这是数十年来首部联邦反 LGBT 法案，明文禁止为军人子女变性手术提供医疗保险，同时还创造性的加入美军商店禁售中国大蒜的条款。更重磅的是，再破纪录的军费8950亿，只要国会老爷打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可能有人会好奇啊，这钱打算花哪儿呢？难道准备给装备镀金吗？抱歉啊，西宗签的这个全篇美八股排版反人类1800多页，又臭又长，差点把我折磨出工伤的 PPT 里啊，压根就没提。好消息是，我找到了另一份专业报告。大家好，我是因研读美军预算不慎锤坏键盘的星辰。今天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军费是怎么花完的。介绍下，该 PPT 由国防部审计长兼首席财政官麦考德操刀，制作成本仅需4.5万美元，相比于9万刀的螺丝，实在是良心佳品。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包含省钱暴君 F-35、便宜好用的战斧、最强轻坦 M10 等老朋友，以及正排队加入星辰套餐的虚空6代机 B-21、人气爆款潜艇哥伦比亚级、镇国神器哨兵洲际导弹，还有由造机仙人波音手搓，单价区9700万，数量即将赶超055的超级4代机 F-15EX 等。开篇第一句，美国武器的性能是无与伦比的，这确保了我们的部队在任何环境下都比任何对手具有战术优势。好，我来看看你怎么忽悠的啊！根据报告呢，美国这8950亿军费中，用于新装备的只占1/3，3107亿。也合理，毕竟家底儿太大，核武库、旧装备维护、天兵工资还得补，后勤演练得充足，加上不是每个国家士兵都能靠泡菜为生，就这得再切一刀。新装备采购1675亿，研发1432亿，再平摊到4大兵种以及各型装备继续切，坦克、导弹、DDG、战斗预警轰炸机、海陆空军和马润、福特、彬彬等分期，可谓是8仙过海，个个要奶呀！听到这里，是不是有一种军工老爷也不容易的感觉？但是啊，老美仅仅是新装备消费的3000亿，就已经是俄罗斯、印度、沙特、代英的军费总和。虽然我花的够多，好在买的更贵啊。首先就是报告里最具争议的战斧导弹，2025年仅采购22枚，但花了足足7.65亿。不少网友算出个友邦惊诧的天价，一枚战斧3400万美元。这里我必须澄清一下，史密斯专员虽然喜欢加钱，但真没离谱到这程度。得益于美国特色的低价基础版、天价 DLC 的拼射化装备升级模式，战斧自1983年服役后持续升级，情况跟咱们轰六也差不多。问题是老美总整些把研发费往总价平摊的烂活，点中点如朱姆沃尔特那个 PVD 射程高达180千米，没量产导致均价100万每发的先进炮弹。所以咱要把研发费、维护费和总价分开看。那战斧的研发升级便宜吗？答：还好，也就比买新导弹贵点啊。
2021年，雷神公司向海军交付了首枚 Block 5型战斧，射程更远，动态瞄准，寿命延长15年，还具备反舰和多功能对地2个版本。随后，海军宣布全面升级。2024、2025两年，海军一发战斧都没买，花了近12亿美刀，大概就是用来升级。而本次22枚新版战斧的采购价应该1.15亿。怎么说呢？一枚亚音速导弹500万美刀也挺离谱的。哎，等会儿，战斧新 DLC 还没上完，怎么研发费又开始了？总不能把巡航导弹研发成高超导弹吧？哎，您猜怎么着？还真有环保战斧。2020年曾负责曼哈顿计划的美国洛萨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宣布，应能源部要求，正在为战斧开发一款由玉米麸为原料制成的高密度革命性燃料。理由非常伟光正，战斧导弹作为美国国防重要部分，与其可靠性能相比，燃料采购越来越困难。新燃料由玉米生产乙醇的副产品制成，替代工艺不仅促进经济，还能减少美军对化石燃料的依赖，成本也将降低50%，而且不用强酸制造，使用更加环保。很喜欢弹幕的一句话啊，说的是人话吗？燃料采购困难，减少化石燃料依赖。老美啊，你可是石油大国吧？搞环保战斧图啥呢？图160吗？对了啊，该项目早在2009年前就开始了。最初 PPT 说的是未消耗完的燃料能随导弹爆炸而引爆，比导弹本身威力还大。对于海军这一镇国神器啊，国会老爷可谓毫不吝啬。2025年，海军新装备的采购花费为481亿，总共下单6艘军舰、1艘弗吉尼亚核潜艇、2艘伯克驱逐舰、1艘星座护卫舰，外加登陆舰和2栖运输舰各1艘。另外呢，还给福特级航母拨款23亿。问题是，美利坚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我不禁发出疑问：船呢？好吧，2011年啊，切钢版的福特级2号舰肯尼迪号延到2025年，2017年切钢版的企业号最快2028年服役。至于采用成熟货架技术手搓的星座级护卫舰马，2022年开工1年被爆出首舰完成率高达3.6%，同时海军爆改图纸导致意外增重10%。2024年刚铺龙骨，然后宣布延期3年，大家可以重温一下这期啊。2024年12月，海军部长卡洛斯宣布，火力升级的滨海战斗舰即将回归。对，就是之前那个往彬彬上绑集装箱导弹垂发的方案通过了。别急，还有高手呢。被寄予厚望的 DDGX 和朱姆沃尔特则彻底从2025国会预算中消失。我查了下 ，DDGX 被下了病危通知，朱姆沃尔特还在抢救。自从2003年海军拆炮上岛现代化改造，仅规划花了1050万美元，正式合同价1.55亿。2024年1月，又额外授予负责改造的亨廷顿造船厂7100万美元奖励费用。嗨，原来是奖励呀，我还以为是奖励呢。随后，美国政府问责局开始工作，接下来就是保留节目。因为高超开发延迟，所以朱姆改造时间待定。不是，话说你们还记得朱姆啥时候服役的不？而根据美国防务新闻消息，2025年1月，海军向国会提交了最新舰队评估报告。为了重振海军应对全球威胁，计划启动30年造舰计划，预计耗资1万亿美元，新增85艘舰船，实现到2045年军舰突破381艘。有没有搞错啊？就1万亿够干嘛的？让隔壁东大看到，还以为你造不起呀！再来1万亿，海陆空每个1万亿。后来坊间有诗一首：米国风光，千里火风，万里烟飘，望加州内外，微尘茫茫，洛城上下，劲敌萧萧。山雾严卷，火星乱散，林草屋井一并烧。须晴日，看血日出挂，分外妖娆。军费如此多交，引无数议员竞折腰。惜福特星座拨款太少，陆军战车防御不高。一代天骄神兵朱姆，拆掉舰炮汉高超。据网矣，说海军重担彬彬来挑。当然了，军舰毕竟块头大，花个上百亿倒也合理。但如果陆军掏出50万的卡车，1000多万的战车，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身为3等人的陆军，2025年新装备采购预算仅130亿美元，但他们的消费也更加艺术。首先是轻型战术车辆 JLTV。
伊拉克战争后，为了解决中东老乡日益增长的 RPG 炸药包与皮儿薄馅儿大的悍马不禁炸之间的矛盾，这才有了开发 GLTV 取代悍马的方案。说人话就是装甲越野车。2025年耗费11.4亿采购2609辆，平均43万美元一辆。好家伙，这钱够我买多少键盘了？更要命的是，截至2022年总订单量不到2万辆，而要替换的美军悍马超10万辆。另一个中型战术车辆 FMTV， 俗称装甲卡车，240辆，1.38亿，折合57万每辆。我的评价是老美不如下个某拉拉吧。不对啊，这钱你都够收购10个它了。别急，还有呢，老朋友 M10 布克战车33辆，采购价4.6亿。拉姆斯菲尔德的玩具斯崔克38辆，4.5亿。最贵的要数 M1A2 30辆，折合单价2500万。而2023年采购价单价1300万，1年后直接翻番儿。抛开这些不谈，军费越来越高，行，价格越来越贵，哎呀，可以理解，但采购量居然也在下滑。什么海军打击导弹 NSM 才买102发，标准6也才125发，其他导弹和弹药也是2位数起步。好吧，那当我没说啊。整个国防预算里最大手笔、产量跟上甚至超过需求的单项，就是之前提到过的下一代班族武器计划。2025年采购了近4万，单价才9200美元，非常实惠。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这玩意儿只是一把枪啊！贵的原因是老美号称给它安装了一款足以改变游戏规则的全新智能瞄准镜，就是不知道准备让谁端着枪去哪儿发挥下一代优势呢？经常卖军火的都知道啊，军工产业向来是漫天要价，在坐地涨价。更让人眼前一黑的还有 XM30 步兵战车。作为一款替代布莱德利的运兵车，2014年提出计划，通用、BAE、莱茵金属、雷神轮番上阵，光竞标公司就换了几轮，拨款一直没停。2023年5个亿，2024年10个亿，2025年又是5个亿，但至今原型车都没出。最新消息是2023年6月，莱茵金属和通用进入决赛圈，各分了16亿美元，用于开发7辆原型车，预计2028年初始生产，2030年全速生产。鉴于通用此前多次开发孕妇友好型战车的光辉历史，这应该又是个为星辰我的世界奇迹添砖加瓦的好素材。我有一计，请美利坚静听，不如把钱存 A 股等打起来直接找东大采购，先进6代机、高超导弹，便宜实惠，同色无期。你看。可能有人要问了，阿美利卡世界第一怎么能这样呢？经常看星辰的都知道，老美的军工研发预算偶尔超支，只不过经常偶尔何况这些年呢，又开了几个新坑，个个都是比朱姆贵100倍的碎钞机。比如哨兵洲际弹道导弹，作为美军下一代战略核打击力量，2020年波音退出后，由格鲁曼接盘。最初预计耗资960亿美元，一枚哨兵预计1.18亿美元，但项目进行3年后，2024年1月，空军宣布项目超支37%，同时延期2年。随后问责局紧急介入。好消息是，经过调查超支的不是37%，坏消息是实际超支81%，比预期2倍还多。单枚哨兵的价格更是飙到2.13亿美元。根据国会法案，装备研发超过30%，则被视为严重超支，必须向国会说明，只有证明对国家安全极其必要，才能继续。美元花多了就得审核，要么放弃项目，要么冻结，这就是成语原审气动的来源。好消息是即便耗资巨大，但五角大楼认为核武器现代化对国家至关重要，强行通过审查。坏消息是，空军必须为哨兵项目自筹453亿，作为额外资金用于研发。怎么筹呢？好说，看项目2024年7月，空军部长肯德尔宣布暂停研发6代机 NGAD， 并开始审查。肯德尔的说法是需要几个月来确定设计是否正确。不是大哥，你几百亿砸进去了，合同签好了，PPT 改了这么多年，现在还不知道设计正不正确？当然了，作为预计单价2.5至3亿美元的美国6代机 NGAD 倒是没超支，只不过经费花光了，压根没做出来。随着东大6代机起飞，这也让 NGAD 首次具备了美国历史上所有战机都不曾有过的后发优势。这下真是这说完南锁说北锁再这样下去要输苏霍伊了，接下来没得输了，你
根据空军参谋长达夫的说法，他们准备把是否取消的决定权留给下届政府。同样的，还有海军的下一代核潜艇哥伦比亚级，2020年授权建造首舰，作为美国海军采购优先级最高的项目，拨款1300亿美元建造12艘。结果2023年问责局对项目进行审计后，一看超支程度，美军立马分成了两派。悲观主义者认为已经没办法更坏了，乐观主义者认为还能继续烂，因为该项目实际开支达到通用公司估计的6倍。虽然花得多，好在造得更慢。根据问责报告，原计划2027年下水的哥伦比亚号预计推迟到2029年。除了钱，另一大难题是供应商。生产潜艇零件的美国公司从冷战时的1.7万家锐减到如今3500家。至于波音那个比 F-35还贵的4代机 F-15EX， 嗨，我都不想说了，累了啊！这动辄几个亿的物件，写的甚至都让我有一掷千金的土豪感，估计你们听着也累。此处我有一联，上联导弹、飞机、核潜艇，服役日期次次画饼；下联坦克、舰船、步战车，军费预算年年收割。20世纪90年代，美军便开始高超音速导弹研究，但至今关于美国高超最劲爆的消息还是 AGM-183 取消，以及空军高级科学家将一妓女任命为高超科研小组负责人。2014年，美国高级研究计划局在讨论6代机时提出2030年代的空中作战3大概念：网络战、制太空权、电磁权。但至今关于6代机的消息仍只有一张模糊照片。美国军费正在逐年递增，但无论是哪个军种，装备更新速度却严重落后于存量淘汰速度，只能靠一再延长服役时间来尽力保持现有军力规模。所谓债多不压身，帝国制造业雪崩的时候，每一个工业门类都在勇闯天涯，只不过军工飞得高一些罢了。1996年，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发问：若无外敌，美国将何以维系其存续？如他所说，美国也一直在全世界寻找敌人。但军工巨兽每年吞噬美国数千亿军费，差评如潮的医疗综合体榨干美国17% GDP， 2场战争耗尽美国国库，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始作俑者却是美国自己。